只要在中国能力范围之内，越南需要什么，中国就援助什么。在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这句话是中越关系的真实写照。在事实上，彼时筚路蓝缕的新中国也确实给予了越南难以想象的帮助。然而，一场边境战争让中国人彻底寒了心。直到今天，中越关系早已进入新阶段，可越南仍会时不时地在中国的敏感问题上挑事儿。于是，我们不免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：越南为什么不感谢中国？秦汉时期，对定都北方的中原王朝而言，西南是一个尤为偏远的地区。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朝廷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西南设置郡县进行管辖。这便是最初的越南。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越南都直接处于中央政府的管控之下。这种密不可分的骨血联系，也为中越两国未来奇特的关系写下了无法磨灭的序章。直至唐朝末年，一切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一场持续数年的动乱打破了中原的平静。在五代十国的年代里，中原政权自顾不暇，于是越南各方势力蠢蠢欲动，最终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。公元968年，越南内斗结束，大区越建立，越南也正式从名不见经传的郡县跃升为中国的邻邦。而在越南的史书上，此前的千年时光被称为北蜀时代，可见越南的野心从未遮掩，他不甘心只当小小的郡县，而是极力想要摆脱中国，自立门户。但是纵然如此，越南也依旧未能斩断与中原王朝在政治、经贸与文化上的关联。走出五代十国后，中国再度迎来了统一，宋朝建立，越南也成为了安南。而对于宋朝来说，安南毫无疑问是一个遥远的藩属国，因为宋朝皇帝会向安南派遣使者进行册封，而安南也始终遵循着朝贡的礼法，臣服于宋朝。据统计，在整个宋朝期间，尽管安南政权几经更迭，但都与中原往来密切，朝贡总数超过50次。不仅如此，大量中华文化传入越南，无论是先进的科技还是儒家的理念，都令越南焕然新生。甚至相比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与日本，越南对中国的效仿更为彻底。这种对中华文化的青睐，导致越南构建起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层，在东南亚独树一帜。而越南与中原王朝的藩属关系一直持续到了明清时期，几乎横贯整个中国的帝制时代。1400年，明朝甚至再次直接派遣官员管理越南，不仅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与中央接轨的官制，而且在各地开设学校，教授45经。纵观明朝，越南前来中国朝贡的次数甚至超越宋朝，多达100余次。清朝更是如此，安南国王上任都需要经过皇帝的册封。1802年，阮朝建立，向清廷请求改国号为南越，但是清廷毫不犹豫地拒绝，并将二字颠倒，这才有了今日的越南。伴随着封建王朝的落幕，中国与越南持续1000年的宗藩关系也画上了句号。这段特殊的历史给两国在近现代交往铺上了不一般的底色。对待中国，越南的心思或许尤为微妙。越南的历史几乎处处都有中国所留下的痕迹，说是一手塑造，恐怕也不为过。在古代，先进的中华文化曾经帮助越南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但是中原王朝与越南的交往并非永远充斥着欢声笑语，期间也多有冲突及摩擦。由于实力悬殊过大，身为小国的越南往往无法与偌大的中原王朝相抗争，但不甘的种子就此埋下，与源自中原的血脉相互纠缠，难舍难分，在复杂的情绪中破土生长。越南理应感谢中国，却偏偏受此影响，无法坦然面对。更戏剧性的是，进入近代后，中越两国的故事仍未结束，反而更加跌宕起伏。在经历2次世界大战后，世界终于迎来了和平与宁静。战火的洗礼让中越两国重获新生。有趣的是，面对历史的岔路口，中越两国再次拐向了同一个转角，又一次成为了同一阵营里的战友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，是中国与越南共同的选择。然而，纵然中越两国并未在国家形态上产生重大分歧，但矛盾的种子依旧悄然埋下，为两国的决裂奏响了序曲。长期以来，越南政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，本土派与亲华派斗争严重。这波悄然无声的暗流，最终在1969年爆发。这一年，胡志明去世，越南政坛大洗牌，在激烈的内斗中，亲华派逐渐落于下风。就这样，越南共产党开始慢慢疏远中国，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越南甚至开始公开与中国叫板，大唱反调。其实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中国并未亏待越南。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初，我们也百废待兴，但中国依旧承担起了大国的责任，在最艰难的时期向越南伸出了援手。1950年，法国重返越南，越南再度陷入危机，越共甚至一度从河内撤出，只能在西北部的森林里安营扎寨。
当时越南各类物资奇缺，于是胡志明跋山涉水，私密访华，寻求中国的帮助。面对陷入绝境的越共，中国并未选择袖手旁观，而是果断雪中送炭，向越南承诺越南需要什么，中国便在能力范围内援助什么。短短一句话，道出了多少珍贵的情谊。再后来，抗法战争胜利，中国不仅没有向越南讨账，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援助力度。比如1955年，中国先后向越南援助了1万吨大米和500万公尺棉布，还无偿提供了8亿人民币的救助款。历经10年发展，两国的情况逐渐好转，中国又在重工业领域给越南输血，不仅在60年代为越南搭建了2条高压输电线，还耗费10几年的时间援助越南修建出了当时最大的钢铁厂与国营橡胶厂。当时对于中越关系，胡志明曾说过一个极为感人的定义，那便是同志加兄弟。按理来说，越南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怨恨中国，而是应该感激中国。可事实证明，政治变幻无常，在国际交往中，真心不一定能换得真心，唯有利益才是永恒的旋律。越南之所以恩将仇报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大国利益。同时，曾延续1000年的宗藩传统，令越南骨子里始终怀着对中国深刻的恐惧。中国的崛起几乎是一种必然，这令越南又惊又惧，不知如何自处。放在当时，越南则是想要通过苏联向中国施压，从而提升本国在亚洲的地位。这一僵局直到苏联解体前后才被打破。期间，越南更是屡屡在边境军事挑衅中国。好在趁着新世纪到来之际，中越打破阻碍，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。然而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，越南并没有就此消停。近年来，越南在南海地区小动作不断，引起了世界的关注。与越南恢复交往后，中越两国的合作战略持续升级。和以往一样，中国依旧掏心掏肺，试图让两国实现双赢。但越南似乎尤为分裂。一方面，越南不再排斥与中国加强联系，更是推动了不少经贸交流。但另一方面，越南明知领土问题是中国的底线，却仍一再挑衅，无视中国的多次警告，执意惹恼中国。越南究竟是想要靠近中国，还是想要远离中国，似乎成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。可实际上，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，越南不愿向任何一边迈进，而是想站在中间。实际上，这也是越南自以为聪明的一盘大棋。而这一棋局中，不单单只有中越两国，还有美国与日本的身影。说白了，越南是想在这些国家之间玩平衡，为自己谋利。众所周知，日本与美国关系密切，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，美日两国更是达成了空前的一致。多年来，日本通过经营与欧盟国家的关系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，希望突破地缘限制，让日本成为政治上的大国。因此，越南成为了日本拉拢的对象之一。与此同时，越南也可以从中获得好处。双方的目标十分清晰，那就是要撇开中国，重新在亚洲范围内建立话语权体系。而日本背后实际上还站立着美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便代表着英国对亚洲的影响力增强。但是美国另一方面还得防着日本，以免日本翅膀硬了，反过来威胁美国。再加上美国始终将越南也视为遏制中国的一枚棋子，因此美国不忘直接与越南联系。面对美国所抛来的橄榄枝，越南欣喜万分。2020年，越南就曾公开表示要将美国视为越南外交路线中头等重要的伙伴。美国也很给面子的提出要深化和越南的外交关系，给予越南更多扶持。在日本与美国的鼓动下，给中国找麻烦便成为了越南的投名状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越南并不是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有着盲目自信，而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向美日两国展现自己的价值，攫取更多好处。但是越南又不敢真的得罪中国。越南深知想要实现经济崛起，身为邻国的中国比起美日两国更加关键。这种两头都想要讨好的心情，造就了越南看似割裂的对华态度。其实从古至今，越南对中国的情绪都尤为复杂，难以用3言2语说清。对中国，越南既有感激，也有恐惧，更有过无尽的向往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在利益至上的国际关系里，越南仍将是一个摇摆彷徨的国度。